女孩在河边溜达，捡了个美人手，还鬼使神差的带回家偷偷养了起来。更炸裂的是，这个脑袋不仅没有腐烂，在女孩的喂养下，甚至还长出了婴儿一样的四肢。可爱。女孩闲着没事就喜欢带着它去公园遛弯。这天女孩困得不行，就在长椅上打盹。路过的老阿姨忍不住想逗孩子玩，可下一秒，你瞅啥？咱就说，如果你们捡到这个小玩意儿，会带回家玩吗？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片子，正是号称亚洲10大恶鬼里最变态的存在富江。要说怎么个变态法呢？人家其他的恶鬼又恐怖又血腥，在电影里都是追着杀人，连杀带吓。这富江是喜欢受虐还是咋的？每次都是被人给分尸，再复活，再分尸，再复活。就是死不了，就是玩。关键他还天生媚骨，勾搭男人那更是百发百中。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个10大恶鬼之一的富江到底怎么个事儿。这个女主小美呢，她从小就没妈，这么多年一直跟她父亲老何一起生活。咱就说这单亲家庭的孩子本来就够内向了，结果在学校还被女校霸给盯上了，天天欺负她。要说欺负到啥程度呢？就是没事抢她的零花钱，把课本扔厕所，堵着她骂啥的。这姑娘愣是一声不敢吭，连跟她爸提都不敢提，就怕她爸担心。就这么忍了好几年，她唯一的念想就是商店橱窗里那条小项链。她愣是盯了3个月了，可她一个穷学生攒了好久的钱，但还是不够。这天她又蹲在橱窗跟前盯着项链难受，心说我咋这么没用，连条几十块的项链都买不起。就在这时候，不知道是谁就把这项链给她戴上了。小美一回头，当场就看呆了，眼前这姑娘长得那叫一个好看，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，眼角那颗小痣勾得人心里痒痒的。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富江。小美长这么大，从来没人对她这么好过，俩人当天就拜了把子。小美心想，自己一个小卡拉米竟然还能有朋友，可她哪知道这富江从一开始就没安什么好心。没过几天，富江就跟着小美回家玩，结果刚走到门口，正好碰上下班回来的老何，也就是小美的父亲。谁知这俩人一对眼，老何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是为啥呢？原来这富江跟他18岁时候的初恋长得那是一模一样，就连脸上那颗小痣都长在同一个位置，半分不差。老何当时就懵了，心说不对啊，我那初恋25年前就死了，并且还被人给分尸了，难不成刚才女儿的同学就是当年那姑娘的女儿？他虽然心里这么想，但也没敢说。可他不知道，从他俩对视的那一秒开始，他家的噩梦就正式拉开序幕了。没过2天，富江约小美去郊外骑车玩，俩人玩累了，富江就让小美闭上眼睛，说要给她来个刺激的。这小美也是听话，乖乖闭眼，结果就感觉嘴里被塞了个肉乎乎的小丸子，她嚼吧嚼吧，还没尝出啥味儿呢。结果富江来了一句，这玩意儿跟人肉一个味儿，给小美吓一激灵，赶紧睁眼，原来是16子。更离谱的是，小美转头就跟富江表白了，说自己喜欢他。小美这傻姑娘长这么大没人对她这么好，当场就沦陷了。她哪知道这只是富江计划的第一步，转头她就去找小美她爸了。富江见到老何，直接开门见山，喊着老何的小名，张嘴就说自己就是他的初恋，要跟他再续前缘。老何当时就骂他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少拿我初恋开玩笑，我那初恋25年前就没了。结果富江张嘴就说了个秘密，给老何直接干沉默了。因为当年他俩处对象的时候，老何第一次跟他约会，紧张的把裤腰带崩开了。这事除了他俩，全世界没有第3个人知道。这下老何是真的信了。可25年了，这姑娘竟然一点没老，还是当年那个模样。你说这不是鬼是啥？可就算是鬼，老何也扛不住啊。当年没得到的白月光，现在主动送上门了，这谁能顶得住？就这么3言2语，老何这个10几年没碰过女人的老实人，当场就掉进了爱情陷阱。因为当年老何看到富江在跟他的好兄弟打奔，以为富江不喜欢他了。那时候老何也是老实人，不吭不响的自己退出了。谁知道富江那天是被他的好兄弟逼迫的。听到这儿，老何彻底绷不住了，浑身那叫一个躁动，一把就抱住了自己的女神。回到家后，他第一时间把自己去世妻子的遗物全翻出来了，衣服、照片，甚至连供奉的牌位一股脑全搬院子里，一把火全烧了。烧的时候眼睛都不带眨的。你说这富江的媚术有多邪门？10几年的夫妻情分还是抵不住人家一句我想你了。烧完了东西，老何还觉得还是不够，毕竟这不找了一个跟女儿差不多大的小女友了吗？为了能配得上年轻的富江，
平时上厕所都懒得擦屁股的他，竟然天天早上开始跑步，吭哧吭哧锻炼身体，就是想让富江感觉自己还能行，还好使。你说这都多大岁数了，还整上第二春了。可老何不知道，富江这哪是跟他复合啊，说白了他就是来玩的。玩啥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没过2天，小美放学回家，一进厨房差点没吓尿。他爸坐在那儿，跟前摆着一把磨得锃亮的砍柴刀，直到小美喊了他一声，老何这才惊醒，慌慌张张把刀藏起来，赶紧说自己刚想做菜。你说这鬼话谁信啊？老何从来都没做过饭，再说厨房里连个菜叶子都没有，这是糊弄鬼呢。说白了，这时的老何已经被富江迷得已经动了杀心了，他想杀了自己的亲闺女，好跟富江俩人过2人世界。当天晚上，富江又来了，神秘兮兮的跟小美说，今儿咱们玩点刺激的。话说怎么个刺激法呢？就是先把手捆住，然后眼睛蒙上，你就在床上躺着，等会儿呢我就来救你。小美这傻姑娘还真信了，乖乖让他绑了手蒙了眼。你说这得是缺爱缺到啥程度，人家说啥你信啥。可他不知道，富江转头就下楼了，把那把磨好的砍柴刀往老何跟前一放，就跟他说，你不是想跟我好好过日子吗？其实我也想，但那时候你可没有孩子。富江说这话的意思就是，你要是想跟我在一起，那就不能有这个碍事的孩子。说白了就是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其实这时候的老何已经有点动摇了，可毕竟这是他亲生闺女，关键时候还是有点下不去手。富江一看这老东西不上道，直接就恼了，继续发力诱惑他，刺激他。あの子がいたらやり直せない。あの頃に戻りたいの。终于这老邓受不了了，喝了一口二锅头，提起刀就走向女儿的房间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老何刚走到楼梯半道，突然醒悟了，看着手里的刀，他突然反应过来，我这是干啥呢？我是疯了吗？他转头一看，富江正搁那儿得意笑呢。老何当时一刀就砍过去了，富江愣是一声没吭就直接断气了。老何也是个狠人，砍完了连夜把富江拉到自己上班的制冰厂，直接给人分尸了，一块一块的跟切冻猪肉似的，接着就拉到河边全扔河里了。他心说这下好了，老妖怪死了，事情也该结束了。可他忘了富江是啥，25年前就被人分尸了，不还是没死？他简直比小强还狠，小强砍成2半还能活，但富江不管砍成多少块，每一块都能活，只要有一块肉一根头发，他就能重新长回来。等老何折腾完回家，天已经亮了，小美自己把绳子咬开了，正下楼找他呢，结果老何一抬头，这富江竟然又回来了。老何心想，我能杀你1次就能杀你第2次，上去一把掐住他的脖子。等他再回过神来，才发现面前的正是自己女儿小美，女儿都快吓哭了。老何这才说实话，告诉小美这个富江根本就不是人，年轻时是父亲的初恋，可在25年前就被人杀害了，现在找上门就是想诱惑我，可我怎么可能上当，直接给他肢解喂鱼了。说完，老何得意的笑起来，正常人听到这儿不得吓傻，他倒好，跟丢了魂一样跑河边找富江去了。找了一下午，鞋都湿完了，别说还真让他找到了，富江的脑袋泡在河边的草堆里还活着呢，这可把小美心疼坏了，抱着这个脑袋就带回家了。就是开头咱们说的，他把人头带回家养起来了。这还不是最炸裂的，这人头在小美的照顾下竟然开始长身体了，先是长了小胳膊小腿，然后慢慢长了个小身子，整个就跟个大肉虫子一样。你说恶不恶心？可在小美眼里，这就是她的宝贝闺蜜，她还觉得老可爱了，怕别人发现，就找了个废弃的破餐馆，把富江藏在那里，每天给她喂吃的，给她擦脸，跟伺候祖宗似的。时间一久，她怕富江闷，就找了个婴儿车，把富江装里面，带他去公园晒太阳。这时一个路过大妈也是手欠，非要掀开人婴儿车看看，下一秒，你瞅啥？大妈吓得尿不湿都尿满了，拔腿就跑。小美心想此地不宜久留，推着婴儿车就往回走。结果这一幕正好被以前欺负她的一个女生看见了，那几个校霸平时就欺负小美欺负惯了，这下可抓到把柄了，心说这小妮子未成年就生孩子了，这下可有的玩了。当晚这3个货就跑到那个破餐馆想抓小美的现行，结果没抓到人，倒是在墙上看到了小美画的骂他们3个的涂鸦，这下给他们气的梁子彻底结下了。这边小美呢，带着富江已经来到了东京，想着大城市人多也没人认识她。可富江这时又作妖了，
说既然来到大城市了，必须得吃顶级鱼子酱。你说这货提溜个大脑袋，咋不直接吃龙肉呢？小美一个学生哪有钱啊，她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。可富江一撒娇，她就心软了，觉得是自己没本事，连闺蜜都养不起。可她这次出来根本就没带多少钱，谁知富江直接来了一句，没钱你不会抢银行啊？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可这小美还真犹豫了，站在银行门口站了2个小时，最后还是没敢抢，把自己仅有的5万日元积蓄全取出来了，那是她全部的家当啊。买了个便宜的鱼子酱给富江送去了，结果富江一看当场就翻脸了，说你买的这是啥破玩意儿，这种垃圾货也配给我吃，我只吃伊朗的白晶鱼子酱你不知道吗？拿着琵琶鱼子也敢拿来糊弄老娘。说着就把鱼子酱吐了小美一脸，一个劲儿骂她没用，废物，养不起自己就别逞能。这下小美终于硬气了一把，合着我掏心掏肺养你，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花了，你就这么对我。到了深夜，她抱着富江就上了楼顶。富江这时真有点慌了，赶紧劝小美。可小美这时已经意识到这个富江就是个怪物，手一松直接给他扔下去了。完事后小美就回了老家，谁知那3个霸凌的女生因为一直找不到小美，于是就跑到她家去了。眼看门没锁，几人直接闯了进去。老何本来就因为富江的事一肚子火，这下直接爆发了，抄起家里的棒球棍开门就冲出去了，追着那3个女生打，给那3个货吓得鞋都跑丢了，再也不敢来欺负小美了。才过了不到1周，富江就找上门了，好好的一个大活人站在小美家门口，笑盈盈的看着他，就跟没事人一样。老何一看当场就又迷糊了，差点又被他迷了心智。就在这时，一箭就射穿了富江的脖子。你别说，这姑娘现在也是站起来了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可怜了。父女俩这次学乖了，知道杀不死她，那咋办呢？于是就想着冰冻起来，把富江拉到制冰厂，冻成了一个大冰坨子。心说这下你总不能复活了吧，冻成冰看你还怎么长。俩人看着这个冰雕还挺得意，心说这下终于搞定这个妖怪了。就在老何上前仔细欣赏时，突然听见冰里面有声音，就这一句话，老何又沦陷了。那可是他惦记了25年的白月光啊，人家一撒娇他啥都忘了。紧接着他抄起斧头哐哐几下就把冰雕给砸了。富江一出来当场就奖励老何一下子，可一听小美又叫他老妖怪，富江彻底破防了，拿着个铁棍就要杀小美。俩人就这么打起来了。富江本来以为这小丫头片子好欺负，结果没成想小美一棍子就给他削掉了一只耳朵。这下富江彻底怒了，追着小美满场子跑，非要杀了她不可。最后小美跑不动了，一下子扑到父亲老何怀里。这时富江也走了过来，告诉老何只要杀了他，那咱俩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老何看了看富江，又看了看闺女，二话不说把小美推进了冷库，反手就锁上门，拉着富江的手就走了。可不到1个小时，冷库的警报就响了。工作人员见状赶紧把小美救出来了，跟她说你也真是命大，在你进去之前刚好有人把冷库温度调高了，并且还按了报警器，不然你早就冻死了。小美这才反应过来，她爸原来根本就没疯，他是为了救小美才故意演了这么一出，把富江骗走，不然富江肯定会当场杀了他。他把闺女锁进冷库就是为了让富江放心，然后带着富江走了。至于他自己，他知道他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果然从那天起，老何就失踪了，跟富江一起人间蒸发了。小美就这么一个人守着老房子，等啊等。她辞了学，找了工作，一个人过日子，每天都在等她爸回来，可一直都没消息。直到有一天，她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虽然电话那头并没有声音，但小美知道这就是父亲打来的。到这儿电影就结束了。你说这富江到底是个啥？别的恶鬼都是杀人放火，追着人杀，可他呢？他不杀人，他勾你的欲望，勾你的执念。你缺爱，他就给你爱；你忘不了旧情，他就给你旧情，然后看着你为了他一步步的疯掉，一步步做出你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。你看老何放不下25年前的初恋，所以富江就找上门了。他为了这个白月光差点杀了自己的闺女，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欲望，为了救闺女只能自己带着富江走了，这辈子都不能回来。说白了，富江根本就不是什么恶鬼，他就是你心里的那个执念，是你得不到的那个人，是你放不下的那段过去，是你明知道有毒却还是舍不得放手的那个东西。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外面的鬼，而他是你自己心里养出来的鬼。
咱就说你这辈子有没有过这么一个执念，有没有过这么一个人，你明知道他不对，明知道他会害你，可你就是放不下，就是想跟他在一起，就像老何，就像小美，明明知道富江是妖怪，可就是忍不住，就是要为他付出一切呢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